台湾第一点。就是它很夯，我知道，但你知道我超怕老鼠，它不会咬。确定？它很温驯。好像没有炸毛。对啊，它到底行不行？我摸它，我全身汗了，我其实很怕。一般人常常会忽略说，我们一辈子其实亲吻最多的是我们的杯子。对，其实好的杯子，手做的杯子，会让你在很像每天在接吻，所以喝起来会特别好喝。在4月的时候哈，它葱会开花，所以它是葱花。对，葱花。哎，这个炒东西好好吃哦。真的假的？我没看过葱花哎。哇，这里是什么？这里别人是酒窖，你这里是什么？醋窖。醋窖，全部都是醋哎，好酷哦！我一共做了40多种口味哦。这什么？辣椒醋。辣椒醋。说到宜兰3星，大部分人都会想到的是葱，但你知道全宜兰第一个有机农村也在3星乡吗？一个人口大约1000人、耕地面积不到200公顷的老农村，却发展出无毒无农药的有机梦想村。跟着哥一起来去拜访老村长，听听属于他们的精彩故事。张美阿妈，你好。来，我进去还是你出来？我进去好了，好不好？20。阿妈你好。你好。哇，听说宜兰家你做有机村是为3星开始。为民国99年，从当初的11位农民，11位，9公顷，11位9公顷，哦，你去说服他们说要做有机村，对，因为我在当地当20年村长。哦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料的人，而且他就是一个读书人，他读了很多的书，然后我对他有很大的兴趣跟很佩服的点是，还有佩服他的长辈，一个大家闺秀读台中女中，然后以后想当老师，但她却嫁来了3星一个在那个时代应该就是属于非常农村的地方。她嫁来到这边以后，她帮忙做着很多的事情，热心的帮助了别人，然后自己也在这做了20年的村长。对，我就觉得好妙，就是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想法思维？那会不会是因为爱而推动的？做了20年村长以后，有感受说农民啊，喷农药喷的真的太多了。农民真的是为了生活对为了什么都不知道要保护自己。对，那时候资讯又不好啊。对，他们第一个中毒就会找村长。中毒找村长。真的啊，是这样啊，赶快叫救护车啊，对，都是这样，不然要找谁？对。村民也非常挺我啊，我会很疼惜他们。对，就看到他们这样喷农药，真的也没有赚多少，一公顷地才赚4、5万，对，很少。那我们至少现在有机1公顷大概可以10万左右上去。第一个不要说钱啦，真的这几年11年啊，农民都有感受到，会跟我分享说，他们身体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而且因为种有机嘛，对全家都可以吃有机的饭和菜，这个是最棒的啦。对，也是为了健康啦。对啦，然后也说服了大家，我觉得对啦，而且会让农民收入会比惯起的好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这是应该是弄住后你看你本来准备做老师嘛，对不对？但你现在其实也在做一件教育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你是变成一个这个村的大家长，然后来教育这些，跟大家分享。跟大家分享说，有机怎么样好，然后用软性的态度来告诉大家说，我们可以怎么做，可以怎么样变好。我还能帮你什么？你要不要采这个玉米笋啊？玉米笋我们直接可以吃，要不要先采给他们试吃吧？采给他们吃哦，可以啊。他们看起来就很想吃，我帮你找。好。哦，这里。这里。哇。而且这个也可以止渴哦，真的哈。对啊，这个有水分啊。来，新同学，你看起来就很渴。你刚刚采那个太小了。真的哈。我这个比较大。对，新同学。你那个还好。新同学。来。新同学。啊，这个这对肺应该也很好哈。肺哈。对肺啦。肺哈。对啊。也不错了哈。对，有的人很爱抽烟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去做加工，不要让他抽烟，知道吗？战士，不要再抽烟了，来，吃啊！你要吃，你要先吃。
甜甜哈，很甜，甜的，对，对啊，哇，真的不错。哇，这么 man 的人吃了一个就是桃红色的呗。好，我们还能帮你什么？那个采叶子，那个除了玉米笋哈，也可以卖以外哈，对，那我们这个叶子也可以带回家可以用。真的哦，对，好啊好啊。用土都整枝哈，只有这个杆没用而已。对，那杆我们一般都做肥料 ，OK， 做堆肥的。好啊，那我把它采下来。因为相信有机是农村未来的新出路，2010年，张美阿嬷开始号召农民一起来种有机，自己也从2分地种到现在的2甲地，而目前行健村已经有1/4的农夫从事有机。阿嬷说，为了给后代更好的环境，再累也要坚持，这是对自己健康、对消费者健康、对土地健康的事。而我们采了这么多的玉米笋叶子，到底要做什么呢？所以阿嬷说，我们现在拔下这个叫玉米笋的叶子，所以就是要来给鹿吃的吗？对。哦，所以这我知道鹿啊，他们就鹿科，他们吃草应该都是芒草类，但这个它也吃。其实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来给他们吃玉米笋？因为我们这里跟阿嬷有说过，我们这里种有机的，对。那其实我们自己种的玉米叶啊，他们吃的很安全。那因为我们客人也会拿，对，客人拿了也很安全。哦。所以我们其实就会给他们吃这个啊，再来就是桑叶，还有一个是牧草。好，我请教一个问题哦，这一区。这里养梅花鹿的这一区做多久？前年应该1年多了。1年多，1年多维持这样，其实算很干净的。对，我们是蛮干净的。阿姨在那边扫，对，因为它鹿很会便便。哦，是哦。对，因为它是吃那个草嘛，所以它消化很快。哦，对。哦，好，我们来喂喂看，好不好？我一般来说，我都是喂鹿吃那个叫做芒草。对啊。就要一根一根喂。你会不会咬断？你要不要咬断？然后整个给你。是吗？他可以吗？看他吃的蛮老练的，他常常在吃这种东西。你看吧，我是不是跟你讲吞不进去了？你看是不是吞不进去了？太大口了啦！刚刚咬断。大姐说，小鹿在吃牧草的时候，距离最近是很适合拍照，但因为拉扯力量比较大，加上牧草的叶子尖锐，草梗光滑。游客喂食的时候要一根一根握住草梗分开喂食，这样对人对鹿都比较好。大姐也请平时负责照顾他们的饲育员，带着我们进一步的了解这群教客。以前张美阿嬷在做有机村，她把旁边变成有机村做起来了以后，她为什么会突然间想要养鹿啊？其实我们之前主要都是接一些 DIY 的课程。DIY 怎么样 DIY？ 就是刚我们的农事体验啊，或是 DIY 料理课程啊。对，那我们能接触的可能大概就是一些工商团体或学校的团体。对，那我们可能就是想要让更多就是来的人有事情，对，也可以，比如说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对，不光只是DIY 而已，那我们就是有一些喂鹿的体验，对，所以我们才前年10月的时候才引进梅花鹿。哦，那陆续就是有一些就是从网络上知道，或是亲朋好友知道，慢慢过来介绍过来的客人。OK， 对，酷哦。对，不再只是就一些工商团体或是学校团体，就是知道进来这边 DIY 的。懂了。我知道梅花鹿早期在台湾就是引进了非常多的梅花鹿，然后其实绝大部分他们当初是想拿来当成鹿肉，但是却发现其实梅花鹿的肉不好吃。对，所以你不要偷抢，所以呢变成现在它变成观赏用。对不对？还有一方面就是鹿茸，不过鹿茸，梅花鹿有鹿茸，有。那不过目前台湾最大宗取鹿茸还是以水鹿为主。水鹿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水鹿的鹿茸其实比较那个鹿角比较大。对，而且它们日本关西的奈良，因为有鹿群聚集而成为了观光胜地。虽然没有办法飞去日本，但在宜兰阿嬷的农场中，就也可以近距离的跟梅花鹿互动。感受到被梅花鹿追着跑的乐趣，喂完可爱的小鹿斑比。听说农场还有新朋友，当然要来去打声招呼喽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目前最夯的宠物。
我跟你讲，这就是哈，我觉得每个人个性问题。就是它很夯，我知道，但你知道我超怕老鼠，它不会咬人。确定？它很温驯，因为它生性比较胆小，而且它视力比较不好，所以我们要接近它的话，可以先用叶子。看到高高的东西，它就会先吓到。可是你有食物的话，它就会来。哦。啊，听说你对动物很有一套。是的，但是对啊。来，阿屯来。都没有上。对啊，到底行不行？我摸它，我全身汗了，我其实很怕。一般人常会忽略说，我们一辈子其实亲吻最多的是我们的杯子。对，其实尤其是好的杯子，手做的杯子，会让你在像每天在接吻，所以喝起来会特别好喝。台湾第一点，屯来，我先解除你的疑虑。它其实严格来讲已经不能算是老鼠。你看它的耳朵、鼻子、那个鼻子还有眼睛都是在头顶上。对，这是方便它在水里面游泳的时候，它可以潜伏在那个水面上。正面好笑哦，它正面看到你的时候，超囧的，可以摸摸看，它的毛是真毛，跟一般老鼠不太一样。哦，对啊，来这里，阿屯。而且你看它的尾巴已经退化到就是剩尾椎了，你要用这样仔细摸它才摸得到，有点像尾椎。1、2、3，3根指，4根指头而已。前4后3。没有注意到它有蹼哎，对，有蹼。它是有蹼的，所以它是半水生的动物。哦，半水生的。它生活当中是离不开水，就是有一半生活时间都是在水里面。所以它确定它不会咬人？它不会咬人，它不会咬人。你看，好酷哦！你现在摸它的嘴块。哎呦。那你现在摸的这个地方啊，还有一个那个对那个线图是不是气味线嘛？对，是只有公的才有，只有公的才有，只有公的才有。好酷哦！哇，它好好摸哦。对，你可以挑战看看，帮它按摩，按得舒服，它会翻肚给你看。来，不舒服，太伤脸了。再来，换别招。换别招，给一个小提示，你摸得舒，帮它烧得舒服的话，它会先炸毛。哦，真的？对，它会先炸毛。我对你好像还好呢，哈。来，我找一只母的来，找一只母的，公的。再来一点。哎呦，啊，你就可以开始摸它。你看，hello， 对嘛？你看，好像没有炸毛。对啊，它到底行不行啊？示范给你看。怎么弄？下巴还有肚子、屁股、大腿都是它比较舒服的地方。你看它毛开始胀了，然后它动作会停下来，它正在吃东西。哦，原来在这里啦！哦，好难找哦。对，这样轻轻的烧，那你烧的舒服的话，它就会翻肚。你看下巴这边也可以，一脸很享受的样子。快成功了，它现在已经趴着了，哇，有点像你看这个脸在做瑜伽，你知道吗？yoga，呀，对，继续烧。这跟什么一样？这跟什么一样？你知道吗？这跟那个叫做鲨鱼有没有？我们看那个电视人叫做鲨鱼啊，你去摸它的正前方的鳍，它会呈现一个就是晕倒假死，你一摸它就，哇，是整个要躺下去的概念一样。哇，你知道我摸它我全身汗了，你就知道为什么？我其实很怕，我其实很紧张，因为它看起来就像老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再怎么可爱，你还是一只老鼠。因为我对鼠类就觉得它看起来，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全身怪怪的，就不舒服。对，不舒服到那种生理反应是我全身冒汗冒成这样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也说不上来，就是不舒服。好紧张，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吗？可不可以？
来自南美洲的水豚君，圆滚滚的身材加上呆萌的表情，让它成为高人气的动物明星。在阿嬷的农场里，除了可以和可爱的动物亲密互动，也可以报名参加 DIY 活动哦。用的材料都是农场自种的有机商品，保证绝对是玩得开心，吃得更安心。3星是不是真的可以分享的不一样？新旅行第2站，和哥一起来去当文青。说到瓷器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古董，文化，那青花瓷呢？周杰伦的歌，还有呢？我们今天就来宜兰这边看看手作青花瓷。来，你好，你好。听说在宜兰这边有可以自己做的青花瓷。没错。青花瓷，我们对于青花瓷这3个字的概念都颇偏高级，是，尤其是比如说在故宫里面你会看到，或者是在一些文化的展览上你会看到，什么叫青花瓷？青花瓷其实是一种蓝色的釉料在白色的瓷器上呈现。对，那它在文化上其实是有很特殊的意义，它是第一个全球化的产品。所以我们说的很高级的意思，是因为它是第一个舶来品，但是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舶来品。舶来品，一般听舶来品都好像从国外进来，是，但现在变成是这个是我们出去的舶来品。利用老屋改造而成的青花瓷工作室成立于2014年。李老师运用简单又童趣的图案创作，希望能够成为代表宜兰的手作生活器皿。而为了让青花瓷更贴近大家的生活，老师还设计了一系列青花瓷体验课程，让艺术变得平易近人。各式各样的器皿都有。对，那我会建议就是从生活上会最常用的。最常用，没错。我生活最常用的，我做杯子好不好？好，那太好了，因为我们这边的杯子都很特别，是，你可以发现我们的杯子都很像山的形状。对，为什么？而且它都有一个这样的开口。对，那在功能上，它除了保温之外，其实3星的特色就是都被山环绕。我们下次来3星稍微留意一下，我们只有车开进来的后方是龟山岛是海，其他全部都是山面全部都是龟山。靠山面海，3星好地方。对，那一般人常会忽略说，我们一辈子其实亲吻最多的是我们的杯子，不是我们的爱人，也不是我们的小孩，那都只有一阵子。没有，爱人都是热恋期的时候才亲吻比较多啦。那一旦你知道吗？就比较没有什么时间。对，那其实嘴唇是很敏感的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很依赖一个杯子，觉得我那个杯子坏掉了之后，我觉得用什么杯子都不对。对，其实而且尤其是好的杯子，手做的杯子，会让你在像每天在接吻一样。所以喝起来会特别好喝。被你这么一讲，我好像连杯子都想自己做嘞。好，那我们就做这个好。现在我们要怎么画？直接画上去。我们可以先考虑一下，我们在使用杯子的时候想要看到什么啊？那使用杯子的时候想要看到什么？我想要看到酒，就是你会看这里面啊，这样看喝了什么是吗？酒是一定有的。那除了酒之外，就是我们器皿的表面。其实器皿的表面就像衣服一样，对，就是我们希望身上穿什么，那是为自己穿还是为别人穿？哪个角度是什么？那我简单的说明一下。我们这个杯子，对，比方说我是右撇子，对，那这一面就是我们在喝的时候自己看。那我希望看到什么？这一面通常是给我们最亲近的人看，为什么？对，因为只有最亲近的人会跟我们对面坐。那这一面的话，通常是第三者，就是他的关系又没有对面那么亲密的。哇，一个杯子好复杂。那还有一面就是底下，那底下虽然我们说通常是落款会落在下面，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把一些小秘密藏在下面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等你喝完的时候，对方能看到。是喝完没错。对，这个也不错。对方会在喝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了。很好，这个想法非常好。那我们其实，在经验上提供的是，当我们在洗碗盘的时候，杯子比较不会那么痛苦。
哦，懂了，我懂了。哇，会有点小惊喜。被你一讲完，我本来想画的东西跟现在想画的稍微会有一点点改变跟调整。其实我觉得艺术家总是有一些很细腻的地方，我很喜欢跟艺术家聊天，因为艺术家的细腻，他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你是艺术家个性，你有一个艺术家脾气。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，这是一种称赞，它是一个褒义词，不是贬义词，因为你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个性，跟看到不一样的世界。那我们来看看，小豆要画的是什么？那首先我先来教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来画这个青花瓷。那其实它是很简单的一种瓷器的制作方式，有2种方法，一种是先从铅笔开始。我很喜欢这种题材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个可以让很多的在家里啊已经过得很烦闷的人，可以得到很好的疗愈。其实蛮舒压，对不对？创作是一件很舒压的事情。所以你做一个杯子就好了吗？做一个杯子，看还能做什么？我还能做什么？哇，画的超棒的，这个是宇宙跟流星，我也很喜欢宇宙。耶！你真的有把每个面想要给不同人看的东西，而且我有都有意思，就每一个面你看到它其实都有意思。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你看哦，在4月的时候它葱会开花，所以它是葱花。对，葱花。哎，这个好东西好好吃哦。真的假的？我没看过葱花哎。台湾第1点。你看哦，这个呢，这样我在喝的时候，这就是你看到的我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给自己看的时候呢，就是要提醒自己，有流星的时候记得要许愿哦，好吗？然后呢，反过来呢，就是给我喝完的时候，就是你帮我做饮料、做咖啡的时候，谢谢你；或者是给洗杯子的人，洗完的时候，你也告诉他，谢谢你。哇，好贴心哦。耶，不错吧？很棒。那这个要送观众吗？哎，东西就是要自己做，手做的温暖就是这种，你没有自己做，你感受不到那种温暖。那这个呢，是我的温暖。虽然歌的温暖大家无法感受，但李老师的手作青花瓷开启的契机，却是因为一只白腹秧鸡。在台北生活多年，李老师返回家乡，一次开车意外撞上了路旁窜出的白腹秧鸡宝宝，让他深感愧疚。为了拉近与土地的距离，李老师开始在田野间探查，不仅发现家乡之美，更成立了工作室。我们刚画的那个颜色到烧出来以后，它就真的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很深，我形容不出来它那个深的，但它深的好漂亮哦。我可以拿一个比较真的很多，你看它，所以你说它在每一个笔触的过程，它都会留下痕迹，对不对？像这个除了印的时候，你还在那边点，点过，然后
哦，侧面还是看起来亮亮的，仔细看有点像星空一样，晚上的星空。那它要烧到1000多度以上，这个蓝色才会显现出来。好漂亮哦！这里就是陶艺瓷器的一个很迷人的地方。来，不洋气，喝完了。这个杯子是跟我刚刚做的画的那个杯子是一样的，对，你有没有觉得有点？但是我怎么觉得它，我说不上哪里怪，就是跟我刚才画的感觉好像有点差别。对，你刚刚有很认真，我们来比对一下好了。像这个是烧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还没烧的时候是长什么。哪一个？它差在哪里？这个比较大。对，没错。哦，所以它烧完了以后，它会缩水。对，它会少掉大概1/10左右。那其实，在粘土的时候更大，所以其实我们算好这个比例之后，都要放大等比制作，所以其实是很辛苦的。它在烧制的一层一层烧，它会越来越小。哦，所以如果当你想要的理想中的大小是这个大小，所以当我在手拉的时候，我就要拉的就要能够预设说它会缩成这个大小。是。哦，哎，好酷哦！原来是这样。为了保留手拉胚的手作感觉，李老师控制烧窑时的温度，让典雅的青花瓷却有着接近陶瓷温润的触感。充当半日的文青陶艺家，轻旅行最后一站，非要带大家去认识青葱。三星葱大家都吃了这么多，难道还有漏网之葱吗？嗨，哎，大姐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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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哎。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你。你现在在？我来这边好，我来这边。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在整理菜园。菜园，这些都是你种的？是啊。那这个呢？这三星葱，很奇怪哈，它会长花。所以它是葱花？对，葱花。那在4月的时候哈，它葱会开花，那我们就要把它摘掉，把它摘掉。这样子，为什么我们从来没看过葱花啊？这个炒东西很好吃哦。真的假的？我没看过葱花对你仔细看一下，因为我们看到几乎都是只是长这样而已啊。对不对？这样子已经就被采回来了。它要长到葱花要多久？每一年的3、4月它会开花。只有3、4月会开花。对。那我们在外面呢，乡野里面看到人家那种葱农种的，为什么我都没有看到这个？有吗？一定有。3、4月的时候，你现在如果沿路去看我们三星乡哇，很多人葱都在开花喽。哦，真的。所以它是可以拔下来做菜的。可以，像这样子已经开过了，我们就不要了。然后像这样子，还含苞待放。这个就可以炒。这个我就有看，这个就是一般来说是长长的一点。对，不是菇菜灰，不是菇菜灰。不只可以做菜，对，还有其他的作用哦。其他的作用，对，驱邪驱蚊。它有时候这个葱的东西你拿去熬汤煮菜，什么都可以用哦。是哦。那醋婆婆还拿它来酿醋哦。酿醋？对，葱酿醋。对，我告诉你，这个葱它很有营养价值，它从它根开始，茎叶通通是很有价值的哦。整株可食。对，其实醋婆婆种了那么多的葱最主要就是在做葱须醋哦。葱须醋。对，葱的须在哪里？就是我们把它拔起来，我们就这样子左右摇摇，拔起来以后呢，把土松一下，哇，你也那加拜。我啦，这慢起来都安尼。哦，好，来，你看看醋婆婆的这个葱须，看到没？白色的，就是它的根呐。它的根。哇，我不知道通常这个我们都做菜就丢掉了。那你现在帮醋婆婆拔一些醋婆婆来表演一次给你们看啊，葱须怎么样做醋？好。哦，有了。哦，对，懂了。青葱通常是餐桌上的配角，只有在三星，葱能作为独当一面的主菜。但这次更夸张，我们平常切除不用的葱须，居然可以酿醋。醋婆婆说，葱须醋其实不难，将采下来的青葱整株清洗干净，就可以制作。好妙哦！怎么会就只要葱须啊？对，我以前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原来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子，我剪一个，好，这个给你。来，我以前都这样，在家里，这一段到这边还可以用，
就这样丢掉了，就丢了。对，好可惜哦。可惜，他居然用可惜呀。那这些葱须我们就这样子剪下来，然后等一下就可以制作了。要煮吗？不用。醋的制作过程它是什么样的手续？那我们要先把葱须啊，新鲜的葱须摘下来，对，然后晒干，晒得很干哦，都不能有水。然后之后呢，就去浸泡米醋，晒干，对，要晒到多干？晒到很干哦，干到一点水都不能有。哦，对，你这里有晒干的吗？有啊。有没有很干？它晒干的感觉不太一样跟它比温差哈。对，有一点像米粉，但是我突然间也觉得它是一个很天然的西芹菇菜龟宝吗？可以吗？可以用这洗澡吧？你有试过吗？如果你要的话也可以。还可以用来洗碗，取代菜瓜布啊。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样，直到今天才发现葱一生是宝。就连常被当作厨余丢掉的葱须，其实也大有用处。葱须连同少量葱白切下来这一段，中医叫它做葱白连须，能够驱散风寒、消炎杀菌、抗病毒、预防感冒等等。这么多功用的葱须，我居然想拿来当菜瓜布，真的实在太小看它了。失敬。可以喝喝看吗？好啊，借我喝喝看。就这是纯米醋。纯米醋，对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把米醋加到这里面，变成葱醋。葱须醋。葱须醋。没了。这里。好香哦，我在这里闻到了。好香哦。好香哦。好，我试试看。好香哦。很香哈。会让我想要做好多的料理耶。这个纯米醋，哇，解热哦。你有发烧吗？这里是什么啊？这里别人是酒窖，你这里是什么？醋窖，全部都是醋好酷哦。我一共做了40多种口味哦。这什么？辣椒醋。对。台湾第一点，解热哦。你有发烧吗？我的喉咙过瘾哦。原来这米醋喝起来会这么的过瘾，是因为醋婆婆先利用糙米加上酒曲发酵13天，接着再用山泉水稀释发酵。光是作为基底的米醋就得等上103天，难怪会这么的浓醇香。将基底的米醋和葱须结合后，接下来就只能交给时间。做醋看似简单，但过程完全不能马虎。先静置发酵3个月，之后还得定时检查天气温度是否会影响成品口感。每用醋封罐后，至少都要存放1年以上，才能恰到好处。哎呦！这里是什么？这里别人是酒窖，你这里是什么？醋窖。醋窖。对。全部都是醋好酷哦！这什么？五叶松醋。五叶松，这是梅子。等一下，你上面的五叶松醋真的就是我们说的五叶松？对，一根毛囊长5根针的那种松树，就是五叶松，然后它就叫五叶松醋。你用五叶松来酿醋？对。五叶松可以酿醋，它也可以酿酒哦。五叶松也可以酿酒，对，它有丰富的酵素。白葡萄醋这我们知道嘛，梅子醋这我们也知道嘛。还有看看还有什么？水蜜桃醋、果醋有。大蒜醋这个也有听过。这是什么？蜜苹果，梨山的蜜苹果也算果醋的一种，对不对？这什么？辣椒醋。辣椒醋。对，辣椒很棒哦。等，
我们到底什么东西是可以酿醋的，还是任何东西都可以酿醋？其实大自然里面有很多的蔬菜水果都有丰富的酵素，都可以拿来发酵成酒、发酵成醋哦。只是你没有去尝试而已。只要有酵素，对，它就有办法酿醋，对，它就可以发酵，对。OK， 我懂了。哇，这个就是那个葱须，我们葱须醋嘛，刚在玩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上酱梨醋 ，OK， 果醋类。对。红洋葱醋。对。姜醋，姜也能酿醋。姜醋一定会很好喝。对。番茄醋，锡兰橄榄醋，西洋橄榄，锡兰橄榄醋，对。土橄榄醋，对，你看它们不一样哦，它是土橄榄，它是那个小颗的，对，它的籽头尾尖尖的那个叫土橄榄，对。然后这种西洋橄榄是它的籽跟鸡蛋一样是这样圆圆的那种。你刚刚你还好，你有讲你知道你有写这个，要不然我一来的话，我告诉你会拆成什么醋，好不好？来，你们看。拍谁好？把它翻个遍。如果说你没有看到，你会不会觉得它叫卤蛋醋？卤蛋，是不是？好铁蛋一样的醋，但是它是锡兰橄榄醋啦。哇，好酷哦！那，我可不可以试试看啊？这个味道是怎么样？好啊。它每一种醋的差别是什么？好不好？我一共做了40多种口味哦。真的？不用那么多种。给我们先试。沈大姐和先生10几年前移居三星，重视健康的她，对于合作的农家有严格的标准，坚持农产一定要有机无毒，不喷洒农药，甚至亲自到农园了解环境后，她才能放心的使用这些食材，坚持古法，纯手工酿造出好处多的天然好醋。大姐的待客之道就是欢迎大家有空来奉醋。感觉好像在做什么科学实验还是化学实验的感觉，就是这个，你真的不知道说它是醋这看起来有一种就前所未见的 feel。以前这种瓶瓶罐罐里面不是泡的就是蜂蛹、蜜蜂、蛇、虫、什么蜈蚣这样，但现在这个是醋，葱须，我们刚刚用葱须醋，有气对，好香哦。好香哦，很香跟刚刚生的时候它泡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。对。试试看，什么感觉？哇塞！哇！它的那个前面的醋纯米醋的时候，它是只有辣、酸，然后刺到里面，你觉得那是醋，但那个也很香。但是加上它葱须泡完了以后，你感觉好像就是把那个葱段的葱白那一段，葱白的一捆纯葱白洗好，然后沾一些调味料，酸酸的，然后这样咬下去，没有了葱的呛辣。但是有葱白的那个味道在里面，香。它有葱白的那个香味，真的哇，好好喝哦。吃醋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事情。有一点梅子的感觉。对，看我平常就是一个不爱吃醋的人，来到这边就都在喝醋。豆豆，不要再喝了。为什么？等一下我有40多种要让你喝哦。太多了啦，太多了。所以你分着喝。好。那我们这些是醋都可以喝。对，你只要来我这边，一定是免费喝醋的。好，那就相逢即是有缘哦。你离我最近就是你。洛神花，好不好？这怎么加？你这打开。气孔朝自己。好，这个。就这样倒。过一个软木。它很像红酒，对不对？对。很美丽啊！哇，好漂亮哦！血腥玛丽醋。台湾第一点，血腥玛丽醋。
香，不错哈，香。我们除了好舒服，好舒服。除了用米去做成米醋以外，然后再用水果跟糖去发酵成酵素 ，OK， 然后再结合在一起。要这个，五叶松，五叶松，五叶松，你把它放在气泡水上面哈，对，它会很像香槟哦，你喝喝看。哦，哇，晶莹剔透哎，金色的，好漂亮哦。真的有草味哎，有哎，有像香槟，但是它第一口进去的时候有一种木味，有点像那种橡木桶软木塞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出来了以后，但是它会被它的醋的那个味道再冲到你的嘴巴里头，它会形成了另外一种。我只能说它很有书卷的气息。醋对身体的好处非常多，因为含有柠檬酸，能够消除疲劳，丰富的多酚还能抗氧化、养颜美容。而酿醋剩下的水果，不但是开胃的蜜饯，透过大姐的巧手，还能化身醋渍果酱，带点醋的呛味，味道十分特别。而多达40几种的好处，除了让你喝，听说还能直接料理入菜。今天这个看起来应该比较像是泰式凉拌的 feel 啦。那泰式凉拌的话，那我就来加，这个，我先来一点辣椒好了啊，辣椒给它一点辣的味道，辣味。不是要先试味的？吓我一跳，辣椒不就是辣味吗？好，我先试试看。我有。他碰了一下，我会串起我真的怎么呛这么快啊？辣的哎，而且那里一碰到舌尖就开始了哎。对，它是香的哦，很香。哇，我从我的舌尖一直到喉头哎。它那个辣是麻上去哎。对，当你要暖身的时候，喝一点，很快身上就热起来。辣椒醋对我来讲是蛮妙的，因为我以前真的没有用过辣椒醋，而且我本身做菜就属于东南亚风格，就酸酸辣，所以只要有一个辣椒醋，好像我也不用加太多东西，辣椒醋加下去，它就是辣酸这样。这可以，这有辣味，可以。没关系啦，辣的好，对，实在是咸一个过头，我已经咸死我了。在辣椒醋的刺激下，哥的东南亚魂开关瞬间启动。凤梨醋不能少，梅子醋来一点，再加几滴点缀用的大蒜醋，还有风味让哥非常惊艳的洋葱醋，豆豉凉拌海鲜完成。好吃哎，好妙哦！这几种醋加在一起以后，它的那个，就是说，好，我们先讲醋本身哦。你这么多醋加在一起，它照理来说它应该要很酸，对。但是把这整个丰富起来嘞，哇，整个提味上，味道整个都提出来，而且很舒服。你是怎么样开始知道说想要做醋？要追溯到10几年前。我还好，我以为要追溯到公元1000年前，10几年前还可以啊。我现在才60岁，好吗？你有60了？我60岁。哪有？看起来就在40、50岁而已哎。谢谢。真的啦。就是在10几年前，就是我快要50岁的时候，我得到一个就是那个荨麻疹。大姐说会做醋是因为荨麻疹无法痊愈，后来邻居推荐她喝醋之后，病情慢慢好转，也因此
开始酿造醋，更希望把好处推荐给大家，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醋带来的转变。浓郁果香的醋，居然也有人生的酸甜苦辣。有机会来三星，记得找醋婆婆，保证让你恰到好处。南洋平原本来就是一个很美的地方，它也有着很美的故事。我以前就很喜欢宜兰，我在宜兰住了将近快10年的时间。但为什么我没有搬来宜兰？就是因为它太爱下雨了。但也就是因为这样，南洋平原有很多的水源滋养了这个大地。三星其实我以前对三星的认识，它有一个安农溪，它有个灌溉水源。三星好像也蛮推动就是有机跟生态的。他们在对于生活这一方面来说，从务农的时代到现在，我也觉得它有在改变，而且它把它变美了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台湾第一的，开启小铃铛哦。